如花在野，如鹰赴空。青春是鲜活多彩的，如果爱情有时间序列，20岁是赤诚、热烈、勇敢，还是迷茫？在最该心动的年纪，困于圈子，怯于表达，羞于奔赴。默契、坚定选择、方向灯、非诚勿扰，青春季为年轻而来。24位女大学生上场，我们要打破边界，打破沉默。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表白，让青春被看见，才华被欣赏，勇气被喝彩。我愿意。给大学生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让优秀的同龄人彼此看见，彼此照亮。非诚勿扰，青春季，等待每一个敢做自己的你。欢迎收看《非诚勿扰》青春季，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大家，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非诚勿扰由港荣真蛋糕特约播出。港荣真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真蛋糕好吃不上火。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都将获得由港荣真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真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真蛋糕好吃不上火。上父母牵线，帮孩子寻觅一段好姻缘。海量优质资源，真实相亲平台，超1000万用户信赖。父母牵线，中国家长的放心之选。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或者希望来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均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节目，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幸福生活，志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爱荔枝客户端非诚勿扰专区已经火热上线，一站式集成了节目精彩内容、线上报名通道和丰富互动玩法，还有数之人小林在线分享爱情攻略。非诚勿扰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每周日晚21点，会员抢先看；每周二、周四上午11点到12点，非诚勿扰都将在抖音视频号、爱荔枝、微博4大平台准时同步直播，期待你的加入。有请今晚24位单身的女大学生。有请上海戏剧学院刘念、渤海大学胡亚妮，广东海洋大学王诗怡，武汉纺织大学何思琪，云南民族大学王颖业，浙江传媒学院张清宇，南京艺术学院王玉婷，南京艺术学院马丹迪，广州大学陈怡君，南京传媒学院于嘉兴，暨南大学张穗，济宁医学院骆延新，西南民族大学马东科，东北农业大学焦新瑶，聊城大学阿利米热、阿布都可游牧，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林爱锦，西安外国语大学牛博蕊，哈尔滨工程大学钱安怡，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周瑾，大连民族大学鲍迪，四川师范大学陈玉溪，香港理工大学李和军，山东工商学院江梦玲，广州体育学院郭雨欣。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欢迎小林同学。男大女大们好呀，我是小林。年轻就要勇敢心动，精准锁定自己的crush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非诚勿扰的节目组特别关注大学生恋爱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推出了青春季。今天开场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上海交大，他们搞了一个平台叫 SJTU Date， 本校同学注册完了之后，你做一套题。
做完了之后，那个学校这个平台的大数据对你的喜好、你的性格大概知道了，每周2给你推一个人，一周一次。哦，自推，你就去约吧。你谈得好，你就继续往下谈；谈得不好，下个礼拜2又来一个。哎，我再想问一下，台上的女生都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如果你们学校有这个东西，你们会去注册吗？哟，一多半都会注册。哇哦！其实应该上海的哪个片区好几所大学连个网吧，要不然有些时候有的学校男女比例不平衡啊什么的。对呀。那你们既然能搞上海高校联盟，为什么不能搞江浙沪高校联盟？哦，江浙沪一联盟了，为什么不能全国联网？对，那为什么不来全国联网的《非诚勿扰》呢？黄老师这个话讲得好，但它其实跟我们功能是一样的，是那个是线上，我们这个是 face to face。你们学校里边有没有类似的这种什么联谊会啊、什么社团的这类的？10号。虽然我们学校没有，但是我前段时间看到某高校有一个1周情侣的这样一个活动。哦。就是双方匹配之后，每天完成基本任务，完成之后就可以加分。然后还有附加选项，比如说，如果男生给女生买了一束花，就可以加5分；然后男生带女生出去吃饭，可以加10分这种。然后算总分，评选出当周的最佳情侣，然后就有奖励。它叫1周情侣。对，叫1周情侣。只能1周是吧？不能续了。可以续啊，就是结束之后，如果你俩觉得不错，就可以继续联系。这个也挺好的嘛。对，它有点像玩一个游戏，设置了很多的剧情任务，你要纷纷解锁打卡。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恋爱引导课。就可能有很多没有谈过恋爱的朋友，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有一个地图，新手村地图。知道有一些招是一定好用的，比方送花、送纸条啊什么的。好了。期待大家抓住我们青春季的机会，开始你们美好的爱情。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洪老师好，2位老师好，24位女同学你们好。我叫王子明，23岁，来自四川传媒学院。本嘉宾由父母牵线推荐。好了，我们来开始选心动女生吧。快去吧，快去吧。哇哦！我们来看小林同学给1号男生推荐谁？经综合评估，王子明的自推女生是7号女生陈怡君。22岁，广东东莞人，来自广州大学。女生活泼热情，聪慧有礼貌；男生热情健谈有活力。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会成为互相支撑、携手共进的一对。港蓉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初体验。我们来看一下男生的盲盒。简单解释一下嘛。首先，我是一个男孩。我是一个男孩。哦，我也看出来了。对，是个男孩。等你下课呢，也是我认为就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好的一瞬间。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一首歌。你要不要唱？我唱。我们导演说你唱歌好难听的。你知道我们那个小林为什么给你自推了7号？来，7号女生，你看介绍一下你的专业。我是在广大读的音乐。你看，
人家学音乐的，你唱的时候你用点心啊。我得用点力。哎呦！来上。简单解释一下，我高中呢是组过一次乐队，然后我呢是当时我们乐队的木吉他手，这个就是从高中一直延续到至今的一个吉他。哦。弹吉他还可以，但是唱歌唱功确实一般。好，那我们导演别说错。啊，能不能拜托，就是孟老师，能不能就是找一个女同学跟我配合一下，我们一起来。哦。7号会吗？会。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你写给我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歌。人家唱得好好的，本来我不想打扰你们的。你看，人家男女生唱歌从来不打扰的，但是人家唱得好好的，你是来捣乱是吗？啊，我感觉老师正准备下课，一听你唱不下课了，今天下了。那个吉他弹得不错。吉他不是 solo 吉他，你弹得很好，下次不要唱了。好。就是其实我可以简单演示一下我的指弹，是我可以横着弹，也可以竖着弹。哦，对对对，来。我想问一下，横着弹和竖着弹有难度上的区分吗？其实没有，但是会看得更帅。我也觉得没什么区别。帅。这个就跟站着说话和躺着说话一样，有毛区别？可能我还需要精进一下，能不能背着弹或者倒立着弹？好，跟你开玩笑的。好了，我们来看第一条片子吧。欢迎来到我的游戏世界，我是王子明，23岁，一个不断刷新副本的体验派。高中出国，成为了一名交换生，打开了我的冰岛副本。独立生存任务开始。独立生存这个副本能有多难？先剪个头发吧。理发费用500元。这头发也不是非剪不行，那还是先去上课吧。提问15乘以8等于多少？这也太简单了，我岂不是要成为学霸了？肚子饿了，可是这边的饮食好难适应啊。温馨提示：前方50米中餐馆。终于能吃上中餐了，快冲！学做曲奇、踩缝纫机、背冰岛语，每天都在解锁，手足无措成就。其实当时在冰岛，我跟3个不同的寄宿家庭分别生活过，跟他们相处呢，也体验到了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同样呢，也感受到了一些比较搞笑的事情。后来呢，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四川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挑战万人场馆，任务开始。从大运会到全运会，甚至到世界级运动会，我成了那个拿话筒的人。2比1，王芷怡逆转陈雨菲，郑思维、黄雅琼强势夺冠，完成退役前专业赛场的最后一舞。这些名场面，我都在现场亲眼见证。现在我已经是征服4万人场次的 MC 了，这个副本我算是通关了吧？现在的我23岁，大学最后1年，跑过冰岛马拉松，喊过万人场馆，办过吉祥物，组过乐队，人生还有多少副本，我不知道。王子明邀请你组队，下一个副本，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刷呢？14号。我想请问一下男嘉宾，就是在冰岛做交换生的时候，你这个语言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是有考雅思吗？
我们当时是高中的时候去的，然后其实刚到冰岛的时候还是用翻译软件，然后到后面慢慢的我开始可以正常的英文交流。冰岛人说什么语言？冰岛语。你说2句，你好，谢谢。Hello。你这么蒙人就没有意思了。就是感觉一个四川人在说英语的感觉，哈喽啊。我猜那个再见不能叫拜拜吧？再见叫 bless bless。bless。冰岛还是挺值得去。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去北欧旅游啊，更看重历史人文，最好的是丹麦。你要想看自然风光，首推冰岛。刘念。你好，男同学，因为我也是播音生，然后我很好奇，是什么让你高中去冰岛读完书之后选择艺考考到播音这个领域？有故事吗？有一点，但不是很多，因为我比较喜欢曾小贤，所以我选择学了播音。哦，《爱情公寓》里面的男主角。对。1号。男生你好，我想问你在世运会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趣还有难忘的体验？因为我也在世运会工作过。世运会我比较颠簸，我辗转了2个项目，一个是制准飞盘，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飞盘，但又不同，它是类似于高尔夫一样的一个运动。然后另外一个是轮滑，这2个我是都去参与了那个现场互动的一些工作。然后比较搞笑的是，当时制准飞盘当时下特别大的雨，然后我在 A、B、C、D 4个区域做互动嘛，然后从 D 区不小心就是一个滑铲滑到了 B 区，然后躺在了所有观众面前，这是我觉得当时比较好玩的一个事情。哎，这个苏超你知道吧？哎，苏超我知道。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是5月3号，那5月9号就是我们第2轮苏超比赛当中备受关注的一个你听说过南歌之争吗？听说过。江苏踢个球啊，他事儿还多。按道理说吧，南京人自以为是的认为我们是省会，我们当然是南歌。但是男同志谁告诉你的？谁说你就是南歌？结果一干把南京给干掉了。如果这个现场要让你去的话，那个啦啦队加油是非常嗨的。那我们要不体验一下？哎，可以，你来。哎呦，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哎呀，哪边？欢迎来到南京对阵男童比赛的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现场主持人王子明，欢迎你们！好。那么现在呢，站在我左边这个区域的，咱们就是支持南京队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南京。好。站在我右边的就是支持南通队的观众朋友们，来听听声音。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热场的小游戏——人浪。怎么玩呢？我的手指指到哪个区域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就把双手举起来，我们来个此起彼伏的一个人浪，好不好？来，我们简单试一下，来，3、2、1，起。谢谢各位朋友的配合。那么接下来呢，南歌之争究竟花落谁家？我们都知道江苏这个13太保谁也不让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简单的测试一下好不好？我说南京队，咱们这边的观众就喊加油；南通队呢这边就喊加油，好不好？南京队，南京队。好，这边气势给的非常足啊！南通队，我听下你们声音，南通队，南通队。我感觉这边的观众朋友们声音更洪亮一点。来，我喊南通队，你们喊叫南歌，好不好？好。来，南通队。叫南歌。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配合。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互动也结束啦，谢谢。哎，你别说，可以。16号。大家好，我是目前就读于南京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方向的体育解说专业。哇，都是。
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男嘉宾，就是看到了这个视频里面，还有刚刚的这个非常有激情的现场，其实非常想问一下，你是为什么会想从事这么多的这个体育方面的工作？是不是平时也会有一些运动的习惯啊，或者说对体育的这个热爱？首先我自己也打篮球，然后我第一次接触这一个就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就是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成都，然后当时也是有幸通过了面试之后进入到播报岗位，然后也是慢慢的从播报又干到了 MC， 然后才有现在这么多的活动去做。那你为什么学这个呢？我是因为我平时非常喜欢健身，我很喜欢这种运动的现场的这种激情感，包括我在体育赛场的时候，就是像刚刚的这个主持一样，被大家的这种体育精神，还有被我们中国运动队的这种体育精神感染到，我会非常的自豪和骄傲，所以我就很想学这个专业。你别说，他刚为什么问他这个？你看苏超这个赛事火了之后，我们单位我的一个同事，洪超一下就火了。你知道吧？我知道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吧？对，他在那一个播报席那里做那个 MC 的那个互动，特别有气势。当时我们世运会培训的时候用的就是他那个视频。是。现场球迷们的泪流满面，当眼泪掉下来的时候，尽情让它流吧。那是给过去所付出的拥抱，也是对未来最好的回答。所有的等待和坚持，终究在未来的某一天以最温柔的方式告诉我们，值得。我们台现在什么晚会都是他，怎么都不要我了？好，看下一条片子吧。王子明，欢迎你解锁恋爱副本。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但是此时此刻，我能确定是甜蜜的。心率过高。甜甜恋爱就这么来了，也太突然了吧！玩家触发一见钟情事件。从那以后，我开始对他展开了追求。我们一起在广州集训，所以也一直有联系。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们过得也非常甜蜜。纪念日的时候，我还送过一支口红，但是当时不是太懂，送了芭比粉。不过他也很开心。1个月以后，我和他在一起了。亲密度100%解锁纪念日礼物。不是吧？这就要确定终身了吗？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玩家女友已退出队伍。突如其来的分手让我每天都郁郁寡欢，茶不思饭不想。每次都是舍友强行拉着我去吃饭，我的体重也暴瘦了50斤。因祸得福的是，当时我要准备一场考试，需要念一首比较悲伤的诗，那股失恋的痛突然又涌上来了，反而让我拿了个全省第2的成绩。任务刷新，目标：恋爱时长超过3个月。虽然我的上一段恋爱只维持了3个月，但这一段我可整整坚持了3年。我的这个女朋友总是爱吵架，这3年我们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吵架。成都每个著名的景点、商场、学校的各个角落都曾有我们吵架的身影。当然，在学校她一个社团都没加入，所以反而分外的看重和我相处的时间。但当时呢，我已经在外实习了，所以经常没有时间去陪她。我也曾努力尝试去解决这份上学和工作之间的时差，出去工作的时候也会帮他留意合适的机会。虽然很努力的想要坚持，但是高频次的吵架还是让我们彼此都感到了疲惫，最终还是选择了分开。恋爱副本通关失败，请女嘉宾手动重启。我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和我同频并且成熟的女生。彼此有分享欲，能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这次，我们一起打怪。这哥们儿今天挺好玩，有一句话我深深的记住了：每一个标志性的建筑都留下了我们吵架的。19号。我很好奇，都是什么样的小事？就是听起来很夸张，为什么每个景点都有？对呀。对，来说2个。
举个例子嘛，我们学校比较大，是有那个摆渡车的。然后我们2个坐在那个摆渡车上，然后我朋友也在，我就跟他聊天。然后可能路边有一只猫，然后他跟我指了一下，然后我当时没看他，没理他，然后他就生气了，我们就一直在吵了。哦。啊？你为什么不看猫？心里只是没有猫。为什么不听我说话？哦。 18号。我想问一下男同学，就是我在 VCR 里看到说你们有很多次的争吵，那么你是会选择立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等大家都冷静一下，过了第2天再来解决呢？我是觉得坏情绪是不能过夜的，一定要当下把这一个问题给解决，这样对双方包括自己未来就是以后不会再拿这个事儿再下功夫嘛。所以我是觉得应该当下就直接解决。 那只猫你没看到错过了，你怎么办？当下怎么解决？只能是解释，我跟我朋友在聊天，没有注意到，我就跟他道歉。你到今天还坚持的认为问题在猫身上吗？就是不是猫身上，是我的问题。我们确实当时没有在意到人家这个情绪。我刚开始以为就只是一只猫嘛，但是后面确实。你说这个事儿，它有多少对错在里边呢？ 那如果非得说个对错的话，他这么说没有毛病啊！对不起，我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你说话，真的是我的问题。那女生要不要想一下，就她描述这个情景，你的男朋友在和另外一个人说话，你有多大的必要来打断你男朋友和另外一个人的说话呢？这个事儿的迫切性在哪？你说哎，这个要出车祸了，哎，你打断一下，一只猫，一条狗，这个事儿的重要性、必要性在哪？好。 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来争论这个事儿的对错，无聊不无聊？17号，你好，我想问一下，您对感情是比较慢热有节奏，还是比较看感觉，然后快节奏的进行？我比较看感觉，但又慢热的进行。看感觉，慢热的进行。我可以这么说，就是首先我是一个比较看感觉的人，我会看3观。 然后其次呢，我会觉得长长久久才是好嘛。如果其实在经历了3年这样的感情，其实我觉得当时确实挺难过的。好的，谢谢。最后一个问题，7号。你好，我其实是想感叹一下，我觉得真的蛮巧的，因为我运动天赋虽然不高，但是我很爱看体育赛事。 就是包括去年的那个15运，然后我去广体看了现场的排球 U20比赛，然后还有广东宏远的篮球比赛，然后我还当过校运会的裁判，而且我也特别爱看《爱情公寓》，可以说是贯穿了我，就是从小学到大学，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一下。啊，我也是特别熟，就是可能。 从小学一直到现在，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也会拿出来看一下。哦，对我也是。哎，你看巧了不是？那你们俩以后可以一起吃饭，一起看。对啊，一起看。然后一看的时候，他们俩就会背台词。现在8盏灯，上去灭掉5盏，回来。 可以了。有请7号、11号。有请12号。 陈奕迅的心跳一马当先，如同胡一菲看到曾小贤。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刘念，恋爱说明书，我的成就等你一起出发。等你一起出发。你好，
我是念念，上戏播音系的大2学生。我是个运动达人，我有滑雪的教练证，喜欢极限运动，像攀岩呀、跳伞呀、骑马呀。曾经还是一个排球运动员，希望你能是我运动路上的好搭档。我还热爱旅行，一个人去过很多有趣的城市和国家。希望属于我的那个他，能和我一起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吴雅妮，我的理想型约法3章，不扫兴的我。约法3章。希望恋爱后也都能保持整洁干净的生活习惯，可以有正常的异性同学交往，但不能搞暧昧，不能有不合适的亲密。相处中彼此都能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彼此共行，但不接受任何情感绑架。陈怡君，我负责热闹，你负责笑。Love 爱好者，拍拍拍。我负责热闹，你负责笑。在音乐系待了3年，我发现一件事情：舞台上的灯光很亮，但看台最后一排的夕阳也很温柔。我叫陈怡君，是个闲不住的 ENFJ， 喜欢演唱会散场后哼着歌走回家，也喜欢用镜头记录下所有发光的瞬间。我负责热闹，你负责笑。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我们一定很合拍。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如果还没有确定就业方向的这个前提之下，是会更倾向于去工作上面的不断的试错，去体验不同的职业，还是去旅游、去望眼看世界？又为什么选择呢？我觉得我的选择是2个都要，因为我从大1开始实习，我每一个假期都没有回家，都在工作。但是每个假期的结束，我都会留半个月的时间，拿我去实习、去兼职、去工作赚的钱，我自己再出发旅行。我觉得这2个是鱼和熊掌都可以兼得的。我觉得对于我的选择的话，我会更偏向于在学习中去找一些社会经验。如果有空的话，或者这个机会允许的话，闲暇之间我可以去旅行，但是2者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工作会更重要一些。我的话，我也是觉得工作还有收获这些经验更重要。但是我的话，我是一个不能长时间的，就是为工作奉献那么多精力的人，我会感到疲惫，所以我会见缝插针的去看演唱会或者去旅游之类的，就是我是这样的。你呢？其实我现在已经做到了2者得兼，因为我现在在不断去工作的途中，也能看当地城市的这个风景。来，我们看看心动女生12号有没有留灯。第7颗裂的心了。对。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如果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1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其实我不是很会说什么情话，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我想去当那个曾小贤，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胡一菲？哇！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走了吗？这个世界没有别人了。我现在就是心感觉在蹦蹦跳，因为我真没想过可以牵手成功。我觉得男生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温柔、开朗、阳光。我是在广州。我也在广州啊。你在广州吗？我在花都啊。你刚刚有说到吗？我没说啊，我从广州飞过来的。我也是从广州飞过来的。你啥时候回广州？明天中午11点。我是明天下午4点的。你想我改给你一个航班回去吗？我想。
港蓉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我发现2个人手只要牵到一起，心好像就可以跳到一起。真的。对呀。这个伴奏，那个唱歌，对，这个解说，那个看比赛，是的，喜欢同一部电影，所以这个爱好在年轻人的恋爱中这个重要性真的是。哎，孟老师，我就远远这么一跳，我感觉这个7号，您觉得有没有点面熟？刚刚上来的这位新7号，怎么了？大家好，我叫姬玉，今年21岁，来自江苏徐州，目前在江苏第2师范学院读美术学师范专业。我们上一次录制坐在第1排正中间的这位女观众，当下觉得不想谈恋爱，不想考虑后来的事情。她是坐在第1排，说她根本不谈恋爱的那个。哦，那你今天到这儿来是？我觉得大学生充满很多挑战，所以我愿意在这里找到我觉得心动男生。哎，我想跟现场的观众说说啊，这句故事告诉我们，在我们《非诚勿扰》这个舞台上，在观众席里边待着就上去了。这是你身份证上的名字啊？对，机遇，希望大家抓住机遇。好，欢迎你，欢迎你啊！《非诚勿扰》由港蓉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蓉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蓉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有请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好，大家好，24位女同学们，你们好，我叫张其豪，今年24岁，就读于浙江理工大学。本嘉宾由父母牵线推荐，有在浙江念书的女同学吗？14号。我在浙江传媒学院，应该还挺近的，对。离我们下沙校区近，然后我在临平校区。嗨。那在一个杭州，它能有多远啊？我们那儿属于村里。好，来选心动女生。直接去。这哥们儿的身材看上去像橄榄球运动员，他这个肩膀就是撞人，就是跟带了电尖一样的那种。哦，小林，2号男生推荐谁？经综合评估，张其豪的直推女生是23号女生江梦玲，22岁，烟台人，来自山东工商学院。女生冰雪聪颖，谦逊有礼；男生内敛随和，乐观积极。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可以成为优势互补、浪漫亲密的一对。好像到现在为止 ，MBTI 一模一样的，对，很少。这是第一个，还真是。这是第一个啊。他烟台人，你是哪里人？你的籍贯？我是山东青岛，我们老乡。怪不得。港蓉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初体验。好，我们来看男嘉宾的盲盒。哇，这是男嘉宾吗？这好像是照片里拉过的一样，操！你看看。我想先说一下，就是最后一张照片，它是我初3的篮球比赛，我是体育特长生，然后我们要通过篮球上高中，但是那场球输了嘛，相当于说我其实一场球改变了一个你的求学道路上的一个
人生轨迹，一直到现在，就是可能心里我觉得没有从事篮球运动员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很长时间之后，到大学我又加入了篮球队，然后兄弟们一起拼命，我们拿到浙江省大运会的这些证书，它在我心里是很有含金量的，也算是圆了我儿时的那种梦，所以这个属于我比较深刻的一个回忆。我想问问女生，你们有没有学生时代特别骄傲的，获得过什么奖项的，可以分享一下吗？18号。我本科期间获得全国大学生创新大赛铜奖。非常厉害了，非常厉害。4号。大家好，我是4号女同学阿里米热，来自新疆，今年20岁，然后现在就读于山东聊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然后我也高2那会儿有过跟男嘉宾一样的经历，就是我们20几个就是女同学一块儿去很远的地方参加比赛，在我们最后得了1等奖，就是一群女孩子一块儿跳舞呀，一块儿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奋斗，很美好，我觉得。16号。我不能说是那个参加过多厉害的一些比赛，但是我觉得一个我之前非常值得骄傲的一次经历，是我之前参加了第73届环球小姐选美比赛，在江苏南京取得了南京赛区的冠军。在舞台上，我们展示了我们中国女性的力量以及中国的服装，让大家看到我们女孩子也可以很优秀，也可以很棒，让我非常难忘。王诗怡，就是很巧的是，其实我去年的时候也有参加过这种比赛的经历。我是那个前年的时候参加过第73届世界小姐广东省总决赛，然后取得了季军的成绩。去年的时候也很荣幸参加过2025万国小姐，拿了最佳微笑跟10佳选手，就感觉经历都挺像的。好厉害哦！感觉可以他们 PK 一下。看鼻子。山东不养闲人，谁还没个绝活？哎呀！因为家里开中医馆，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像正骨、拔罐、刮痧，我都会一些。中医也成了我们家庭关系的纽带。平时和爸爸没话说，聊起中医来却滔滔不绝。真的吗？我爸妈一直不看他，害怕吗？爸，你觉得我这个上这个节目找什么样的女嘉宾比较适合我？男孩首先你要展现的背，你自己是个什么人，你有担当，是不是有点绅士的风度？你自己能感应到对方喜欢你的东西。不是你去找。山东不养闲人，谁还没个隐藏副本？你不会以为我是学中医的吧 ？No。虽然懂点中医，但是我大学选择了浙江理工大学的服装表演专业。从大2开始，我就参加各大时装周和品牌活动，走秀是我大学生活含金量最高的项目了。在积攒专业经验的同时，也赚到了我人生的第1桶金。我攒的这些钱一般会自己投资理财一下，这个什么贵金属这个基金 ETF 这种，你大学生肯定都不能说是一点这个投资理念没有。我本以为这个专业的目标就是冲出亚洲当国际超模，但后来才意识到很多专业跟想象中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就要学首饰制作、饮食与健康、流行演唱。山东不养闲人，毕业也得整活。不知不觉我已经大4了，临近毕业，我开始整我的毕业清单了。清单里既有4年的回忆，也有一定要做的未来规划。比如在学校开一场草坪音乐会，卧推达到100公斤，开家庭会议讨论下我到底选中医还是上班。还有就是真的寡太久了，真心蹲个对象。你自己不是学中医的，那是你爸爸。但爸爸说话说的挺好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有担当。对，他有点中医的思想。是。就说你不用说你找谁，对吧？你先表现出你是谁，然后别人自然就会吸引。24号。
老师好，我就是觉得我跟男嘉宾的这种经历非常的相似。我原本也是要靠篮球专业来上高中的，然后因为身体原因，最后上了服装表演专业。我就是想问男嘉宾，学会了中医，然后最后为什么会选择服装表演这个专业呢？中医倒没有怎么认真学，就是这个跟着家里就耳濡目染一点。但是你说让我现在就是考行医资格证这些还达不到。说服装表演专业说的通俗一点，因为文化课不够。好实在啊！我要学习好，我也不整这个了。王诗怡，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吧？我就是学服装表演的。你是受到了伤害吗？刚才那句话。其实我不太认同您说的学艺术的人大部分文化水平都不太高这件事儿，觉得这个东西太绝对了。咱们很多学服表的同学，其实他不光条件好，他的文化成绩其实也挺好的，有点伤害到很多学艺术的人。他是说他说他自己，他说他自己。个人观点。我就是我们同学也有这个服表生考500多分的，我仅代表我个人，就是我学习不好，就是没有攻击在座的各位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台上有3位女生都有走台的经验，10号啊、24号啊，还有16号。我这个人一点儿都不迷信，我先跟你说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台上他是第8个男嘉宾，唯一没牵手的那个是因为在这个台上走了 T 台走秀了。你要不要再来一把？我走，但这个他说有点害怕了，有点害怕。不害怕。是不是可以跟16号走一下？因为16号是他的心动啊。哦，我也是这么想的，有道理。要不要来一下？你甚至可以都走一下。来。他们恋爱都快谈完了，我感觉就是 pose 复刻。好了，谢谢16号。男生一走起来，那个帅发生了变化。对，就突然变得很坚毅。我想问一下24号，他们2个走的怎么样？我觉得非常般配，走得很合拍啊。21号。你好，我想问一下男同学，因为你比较喜欢篮球这种竞技运动，所以我想问你，平时在生活和恋爱中会是一个胜负欲很强的男生吗？我觉得我不会，就是我是那种比较能包容的人，因为你看那个我的 MBTI 不也讲了吗 ？ISFP 小画家，就最随性的一个人格了。好的，好的。哎，你在学校里边就理财，你就有这个意识？对，黄金，然后像那些 ETF。哦，那你黄金什么时候买的呢？900出头的时候买，然后。然后卖就是在1000多少1100左右的时候卖了一波，我是400多买的。哇，厉害的是400多到现在没卖。哇，那买了多少呢？一丢丢。所以卖不卖无所谓。好，看下一个。你知道咱俩咋玩？咱俩直接从这儿压出去。行，分就分。哎，咋的？你俩累不累呀？又闹分手？这学期不都分5次了，大哥？真假的，伙计？这次再没分，请伙计们一块哈点儿。你别光区我呀，你追那谁2月不也没追着？不是说要给妹儿提供情绪价值吗？我天天给她发消息送奶茶，还得怎么样？
人家朋友圈天天发减肥，你老送奶茶，人家能开心吗？我的哥，你还说我？你都多少年没找对象了？去，没谈咋了？没谈又不是没人追。哦，想起来了，上次你过生日不是有个女生约你来着吗？哎呀，有行情，说来听听。哎呀，就是大3的时候认识了个女孩，认识了有2个月吧，我感觉她对我有点好感，但我一直把她当做普通朋友。那年生日，我爸妈都忘了我生日了，但是那个女生也不知道从哪知道了我生日的日期，当天就一直在等我，主动约我出去吃饭。当时我真的还蛮感动的。然后嘞？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都和她说清楚了，我可不耽误人家。没意思，你就这一个小火苗？还有一次吧，那个女孩给我的冲击力太强了。我俩认识不久，放假一见不到我就疯狂给我发消息，我不回复就各种哭，给我发语音哭、视频哭，这让我咋整啊？我是真怕她情绪过激啊，只能不咋聊天了。你们俩就这出息？不行，找我对象给你们俩一人介绍一个，完事儿了。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万一复合了，给你们介绍不行吗？不过小豪啊，你到底想要找啥样的呀？就那种国泰民安的长相，古灵精怪的性格吧。哎，你这说了等于没说啊，伙计，怪不得找不到对象。等着吧，哥们儿的桃花在《非诚勿扰》呢。哟，我想问一下，你说喜欢国泰民安的长相，并且呢，你的对象，放假的时候见不到你，人家给你发消息你不回复，是多久时间不回复？是冷暴力吗？而且那这样的话，你是不喜欢一个粘人的，所以你是想要一个，国泰民安长相的武则天是吗？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正常聊天的都会回复，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那种，就假如说我就是在客厅看了半个小时电视没看手机，然后就已经消息轰炸，然后会哭，觉得这个怎么不理我了，这种就是有点情绪过激的会接受不太了。最后一个问题，16号。男生，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在您的这个视频里面有看到你和你宿舍的一些兄弟们去聊一些关于谈恋爱的问题，然后有去分析一些你跟女生之间的一些情况。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跟你之间有一些问题和矛盾，你会和你的哥们儿们一起来蛐我吗？不会蛐，就是我的朋友都是那种劝和不劝分的那种。就是他们会帮我想办法挽回这段感情，告诉我哪做的不对了，这种意思。那如果说我做了一些事情，可能会让你有一些不高兴什么的，你是会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还是说你的哥们儿跟你说了我怎么样之后，你会听信他人的一些建议或者什么来评判我呢？不是，哥们儿只是参考意见吧，更多还是自己的主见和想法。好的，谢谢。来，现在我们是不是要揭开谜底了？这个关键时候到了，前面7个心动女生都没有留过灯。哦，她会不会是第一个留灯的呢？来看大屏。还有一件事一语成谶，如果再来一个男生说我是学服装表演设计的，我死都要拦着他不能走。有没有可能跟10号再走一次，情况会不一样？这种非常勇敢，把这种寝室群的对话直接亮出来，这公开化以后会面临一个视角转换的问题。第2条短片其实是在聊过去的情感经历。这里面有3种可供选择的视角，第一种是你的第一人称视角，我的经历；第2种是你女孩的视角来拍这一段；第3种才是兄弟的视角，是第3人称视角，旁观你的爱情。这3种视角每一步都在建离和爱的距离，所以就你是下意识的就会
被推开了的感觉，这个视角会，所以我说你非常勇敢。但是我想和黄老师说，我很理解他，就是因为兄弟在他过往当中是真的主旋律，你能感受到他的这个所有的担当、承担责任，他的生活的主轴是这么展开的。陈老师夸你很到点儿上，那我再展开说说，当你跟你的兄弟们在谈女生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你对女生对你的热情，你是有点害怕的。你害怕对方跟你哭，你害怕对方特别热情的追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你在亲密关系当中有一点点创伤，有一点点回避，有点不太敢。像几位老师都是我从小就看您们的节目，您们说的话让我这个受益匪浅。你下了节目以后的第一件事儿，最有可能发生的事儿是台上的女孩找你正骨。再见。谢谢大家，再见。我认为女生灭灯的原因，可能其实就是这个 VCR 它的展示，因为算是一个女追男的这么一个剧情，就是在别人看来，可能我是一个不主动，是一个被动的人。我觉得这个 VCR 并不能代表我的全部生活，在我的真实的生活里，如果我遇到喜欢的人，我也是会主动去追别人的。虽然我没有牵手成功，老师对我的建议还是会帮助到我以后的恋爱。我叫张启豪，来自山东青岛，就读于浙江理工大学。我的性格比较活泼开朗，喜欢我的请与我联系。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大家好，我叫刘正，现在今年25岁，来自浙江传媒学院。你不觉得这个男生有点像王冕？我就出来都这么说，老师，我像吗？很像，你跑出来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很像。本嘉宾由父母牵线推荐，来，我们选心动女生。来，直接过去。小林，3号男生推荐谁？刘正的直推女生是14号女生张清宇，21岁，北京人，来自浙江传媒学院，女生随和内敛，热爱运动，男生是快乐小狗，热血青春。你们俩来自同一所学校，是可以一起去食堂干饭、操场散步的好搭子，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这个就可以实现一个等另一个下课。对，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初体验。开盲盒吧。熊蛋，光头强又来砍树了，这可咋办呢？熊蛋，俺想吃蜂蜜。沸羊羊，你吃东西的时候能不能斯文一点儿？对不起，下次不会这样了。什么情况？哇，爆灯了这是。哇！哎，马丹迪，刚才在播什么时候？就是他的配音片段的时候是吧？熊大、熊二一出来，他爆灯了。你是喜欢熊大还是喜欢熊二？你是？我就是特别喜欢抽象的男生，这是好像第一个吧，第一个比较抽象的，我就蛮喜欢的。喜欢抽象的。是。啊。你的专业学的就是配音？没有，我学广播电视编导。其实我本来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舞蹈。但是确实有点高估自己了，就是因为我好久没有跳舞了。然后呢，我那天去舞蹈室里面，我直接一个大跳之后，咔嚓，裤裆开了。然后呢，落下去之后，邦当，脚踝崴了。就整个进舞蹈房到出舞蹈房一共就5分钟，其中4分钟还在被冰敷着。
你的腿好了没有？如果没好，我给你介绍一个会整骨的大夫。他离开此地不远。你认识吗？认识。刚看他下去。好。太惨了。我可以现场找一位女嘉宾，我们一起可以合作一个。14号是浙传影视配音专业的。对，我是学配音的。哦，来，14号先来。你好。这都是看过的啊。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啊！你图什么？图你好看呀！你吃陈皮糖了？你现在想吃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勇敢？明知是圈套还往里冲？不，我只是觉得你比圈套重要。上次骗我那么惨，怎么赔？把学生卡、身份证全赔给你，终身保修，不退不换。谁要你学生卡？我要银子！哼！哈哈哈哈，没问题。以后我的工资卡上交，你随便花。可以。好笑。好，谢谢14号。来20号。大家好，我是20号钱阳怡，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我的家乡是云南玉溪，今年22岁。因为我的声线是可以自由变化的，所以我也挺喜欢配音的。哦哟，你来。阿南，我不是一个好吉祥物。怎么了，多多？好多网友说我不好看，说我头上有包。别着急，我带你去见一位吉祥物界的泰斗，我的二大爷。啊？就是这儿了，晚辈阿南携苏都督见过二大爷。咦，这个灵鸭，你二大爷难道是传说中的二？前辈，怎么样才能做好一个吉祥物呀？无啦。哦 ，OK。好的，谢谢。来15号进来。啊，我可以跟男嘉宾跳舞，但是男嘉宾说身体有点不舒服。我的上半身可以陪你跳舞。啊，那我来教你，我来教你。来。啊。老师可以给我放一段古风的音乐吗？慢一点节奏的。古典舞，我上半身跳古典舞吗？可以，上半身很古典，可以。好的，来看片子。这是一个私人宿舍群，群名叫3爸带一儿。那么问题来了，哪个是那个儿子呢？儿子备选1号，后勤组组长苏苏，508妈妈班的存在。备选2、3号，活动组组长、游戏组组长，忧郁男神 vs 泰安男神，不分伯仲。4号是我，气氛组组长，外号大脚，是一只勇敢的大脚牛。听起来憨憨的，实际上这才是我。我是刘正，出生于四川德阳，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是一个能量满满的研究生。别人说大学里面既能帅，能获得优先择偶权，可我觉得不如做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我喜欢跳街舞、唱歌，享受音乐的律动。我超爱打篮球、健身、旅行，内练筋骨皮，外出见天地。我是个说走就走的体验派，骑行、攀岩、看日出，想做就去做了。最开始这些爱好，我总想找人陪我一起玩，但现在我学会了享受独处。长大的标志还来自于父母的信任，家里的大事儿他们都会来找我商量，
我感觉我的身上多了一份责任。现在人生的拼图就差一块爱情了，我的 crush， 快出现吧！来，有没有女生愿意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寝室的群名有好玩的吗？2号。我们寝室有6个人，前面的前缀是我们都不是老，然后后面加上6的话，读起来就是我们都不是老6。刚才那边还有谁啊？10号。然后我们寝室4个人，就是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就改成了天价豪情之少奶奶出逃503次。这个就比较好玩，很短剧范儿。刘念。我们宿舍群名字很普通，但是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的室友叫我妈妈。这你们寝室是一妈带3女儿，他们是3爸带1儿是吧？你们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次我室友突然就是肠胃炎，就那个点儿吧，我们又不方便叫救护车来，太慢了，我就把他背起来，然后背到了外面去打的车吧，背到医院一直在背他，然后比较靠谱可能。这就感觉有一种母性。对。讨论一下，在女生眼中，男生哪些能力特别加分？2号。我觉得在大学里，如果2个是完全不认识的2个人的话，男生会一点才艺，比如会唱歌、会跳舞，然后在学校的艺术节上，迎新晚会、毕业晚会这种才艺展示的多一点，肯定会优先择偶权多一些。9号。我认为是有担当的男生，能够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会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别人身上的这种。我的那一前男友就是一个很没有担当的人，他经常会把他的错推到我身上或者是别人身上，然后就喜欢提分手，我又去哄他、安慰他来挽留他，情绪不稳定。对呀，男生没事儿跟女朋友提分手，你看这就是青春期大学生专场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认知。就我们以前那种版本的《非诚勿扰》，总是女生说不停的要分手，不停的分手，然后男生不停的去哄。你看9号碰到的，就是老要说分手的男生。你觉得什么样的女生？同样的问题问到你。我很喜欢那种很干净的女生。第一眼见她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我觉得应该是眼睛对视嘛，或者说是对一个整个的衣着。你以前碰到的都不那么。都特别邋遢的那种，这个我觉得不绝对吧，就是要看那个当时的那个状态。你说的干净是一种气质状态，对，气质状态。哦，念大学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哪一刻让你们觉得自己长大了？19号。我说一个，就是读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就是那个时候扁桃体发炎，那个医生说你要做一个扁桃体切开吸脓术。我一听这个我就很害怕了。然后我想，我小时候是一个打吊针我都不敢看，我要缩在妈妈怀里的人。但是我自己去，看病去走这个流程，甚至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我就觉得我长大了。其实我曾经一直是在家乡那边读书。过年前的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奶奶去世了，还没有开始葬礼的时候，我妈妈就站在我旁边，她也没有哭，她就这样就看着我，她就说回来了儿子。然后呢，我就这样看着她，就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要弯着腰去看她。就是我以前印象中都是我挽着她，或者说是对吧，或者我牵着她，然后我们一起走。这在那一刻突然觉得，她就是一下子视线往上看着我。然后我就永远忘不了他的眼角的那种皱纹，就我感觉在那一刻就真的觉得他开始依赖我了。然后呢，我觉得我在这个家庭就应该慢慢的成长成为一个长大的一个顶梁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了。7号。就是我是一个对家庭特别共情的人。前段时间我爸爸他那个阑尾炎。从我爸爸早上起来买早饭，带我爸爸去遛弯，或者是给他拿着吊瓶的时候，我就觉得爸爸妈妈真的不年轻了。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我爸爸妈妈已经很大了，然后我觉得爸爸妈妈总是很坚强，说你不用管，就是家里人都会支持你的，我只要干我自己想干的事情就可以了。但是那一次，我觉得我爸爸很脆弱，所以说，家庭是我最大的软肋。
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可能宁愿舍弃我的所有一切，我也希望我家里人健健康康的。谢谢大家。我很能理解你刚才说的，谁家要有这么个女儿多幸福啊！但是我也得安慰你一下，阑尾手术那个刀口大概只有这么一丢丢，不用下成那个样子。你这一下，你爸爸觉得留给他的时间就不多了，就是你得稍微的，对吧？坚强一点。10号。其实我挺能理解他这种心情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长大的契机是在我高3毕业之后，因为其实我从小一直是跟我妈妈一起学美术的。其实我本来一直都是想走她的这个，给我打好基础的这条路，但是我不是很凑巧的是，我当时艺考状态不太好。我妈妈当时说，有这个机会，那你学服表去锻炼一下，挺好。然后她当时就陪我学了1个月的服装表演。但他当时的情况是他已经患肺癌5年了，在我的录取结果出来的前一天晚上，然后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很荣幸的是，不好意思，就是我现在读的这个学校，是我妈妈最想让我去的学校，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把握现在的时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家人来说。你实现了妈妈的心愿。我想说一句，当时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朋友安慰我的一句话，他说：“爸爸妈妈和奶奶他们不是走了，他们只是去天堂为我们安置下一任的家，在等你慢慢的过去。”很多人都是经历了家里亲人的离世之后，快速成熟起来的。他起码有一件事情，让他懂得了生活当中除了生死之外，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完全可以放下的。我们来看下一条。那个，我喜欢你。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还有什么比互相喜欢更幸运的事呢？单纯、幸福、美好，这是我对这段感情的全部记忆。他在我失恋后痛哭的时候出现，将我拉出泥潭。我是安静的 ISTJ， 他是外向的 ENFP， 他总是那么开朗，那么闪耀。像冬日里的阳光，让我灰白的内心泛起彩色的涟漪。我们考去了同一个城市，他会带我去旅行，为我准备惊喜，也会约我一起学习、备考，往更高处前进。4年，那些细碎的美好团满了整个青春，可还是抵不过毕业即分手。毕业后，我们去不同的城市读研。和平分手，我会变成更好的人，希望你也是。为上一段感情画上遗憾而美好的句号后，我遇到了另一个女孩，她就是适龄我、大大咧咧的一个姑娘。我们2个宿舍会经常一起联谊，于是我们俩也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你们俩性格也太像了吧，太般配了啊！哪里像？这还不像？他们俩这样还不在一起？在不断的起哄下，我们在一起了。可是接触久之后，我会发现他的想法、喜好，甚至处事方式都跟我如出一辙。我们见面时会跟他像 homie 一样击掌，约他也是想一起打游戏，而不是好好约会。后来我坦诚地告诉了他我的感受，不到3个月，我们就回归到了朋友的关系。现在的我向往简单而热烈的爱情，如果你也是，请为我驻足吧。这哥们儿气质和我们前面那些都还不太一样。是啊，他像小太阳一样 ，ENFP， 很幽默，还古怪精灵的那感觉。22号，同学你好，刚刚看了你的 VCR，
你有提到你的前女友跟你是一个很相像的人，我想问一下，在你的恋爱观中，你认为是相似重要，还是更互补重要一些？我更倾向于互补。因为我跟我的上一任的女朋友完全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处着处着，我感觉她更像我的哥们儿。就出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慢慢的就不像情侣了，所以我们也达成了一致，所以导致的分手。谢谢。17号。你好，男同学，我很想问一下，假如说我们俩现在如果恋爱关系的话，你是会把我计入到你的未来规划当中吗？还是说我们只谈当下的恋爱？其实我觉得这2点是并不冲突的。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真的能够开始计划未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互相认可，并且互相吸引。然后呢，我觉得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嘛。但是我们迟早要有一个自己的目标，才能朝着对的方向去走。好的，谢谢。最后一个问题，15号。我想请问男嘉宾，如果在异地恋的过程中，请问你是否愿意2个人相互奔赴？就比如说，你来1次我的城市，我去1次你的城市，1个月我们见2、3次这样，你会愿意这样吗？我觉得见面是解决问题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式吧。只要是2个人相互吸引的状态下，我并不反对这个来回的，就是城市的奔波，我觉得是。你就说我愿意，不就完了吗？我愿意。谢谢。现在留灯的是15号、20号，有请15号、20号。有请5号。看一下心跳情况。哇！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钱安怡，体验人生，反差感第1标准。体验人生。你好，我是钱安怡。有人说我冷如冰霜，有人说我热情似火。其实我不止2个性格，因为我是人生体验家，还没毕业就已经体验到了很多身份。有时我是教师，能体验到这个角色的成长与责任。空闲时我也会接一次拍摄，看一看不同风格的自己。大多数运动我都会一点，且学习能力很强。我喜欢在体验中挣钱，在实践中感悟，在运用中升华。你愿意陪我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吗？马东科，辣妹子本辣，博士学姐的日常，理想的她。博士学姐的日常。有人问我，博士生的生活是不是只有文献和实验？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这条长长的校园路上，一个人安静地走，把思考交给脚步，把答案交给时间。校园里的4季在变，从春阴到冬雪，但这份独行的从容从未改变。在这片学术的土壤里慢慢生长。你好，我是马东科。马丹迪，我的周末不能忍受理想的伴侣。我的周末有空都会旅行，近的会坐高铁去周边城市，远的会坐飞机去看远方的朋友，回来后再全力投入到紧张的学习课业中去，是最喜欢的生活节奏。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我想问的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认为你的下意识的动作和言语是什么？比如说，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对，你举个例子。对，我会不经意间就多瞟她几眼，或者就心跳加速这种。哦，他说的时候一直在瞟孟老师，我看到。我会热情地表达我的欣赏，比如我看到你就会说，哇，今天穿搭真好看。你一说话就说，哇，声音真好听这种。我的表现应该是会主动的想要靠近他，就想要跟他有一些更多的相处空间。
我下意识的动作是去看对方的眼睛，然后可能会做出拥抱的动作，但是言语上还是要看对方给我的是什么话题，我再给予一定的回复。这2个回答的就像谈恋爱，那个是办公室小可爱。那个最后爆灯的女生。我是一个比较重感觉的人，我一开始看到男嘉宾出来，我就是蛮喜欢的，然后就爆灯了。后面比较吸引我的点是你在分享就是家里人事情的时候，包括去安慰机遇那位女生，我觉得很绅士，很有风度。包括你说一个人去旅行，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我就觉得我们也比较合拍。马丹迪是一个对喜欢和不喜欢非常坚定明确的女生。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整个青春期录制的第一个男生的第一个灭灯是他，就是讲学生会那个事情。对啊，来看一下心动女生有没有留灯。好歹我们看一看这个心不灭是什么样啊！哎呀，肯定是灭了。好的，来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我想问一下马同学，你现在在哪个地方上学？我是陕西西安人，目前在南京艺术学院。那看来我要买很多张南京的车票了。哇！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哇，你看这跑的。我看着他的背影跳舞的时候，觉得一下子就把我吸引到了，我觉得特别好看。就是心跳很快，我感觉都跳到140多了。然后后面我感觉他的整个回答特别真诚，我的眼睛也会不自觉地向他瞟，就我感觉应该就是我的信号。在男生给机遇递纸巾的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贴心，这一点非常戳我。而且我近距离跟他接触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我心率是加速的。对，你平常有什么喜欢的活动？喜欢旅游。喜欢旅游，那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好。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刚才那个22号，你刚才问到你希望找一个互补一些的，还是相似一些的？你是喜欢哪些呢？我呀，我觉得我想找一个性格是互补的，然后在兴趣爱好呀和对未来规划的话会比较合拍的一种人。哎，完美啊！对，我们讨论这个也比较多，很多人倾向于认可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价值观和生活习惯要相似。不能说一个特别爱吃辣，一个一丢丢都不能吃。睡觉你要26度空调，他要18度，那就过不了了。就是说生活习惯和价值观要趋同一些，但是能力和兴趣爱好又互补一些，那生活就会显得更加有趣。是的。感谢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幸福生活，志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或者希望来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均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节目，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看节目，欢迎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新浪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360娱乐，了解更多资讯。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参与讨论，分享你的恋爱宝典。上 WiFi 万能钥匙，免费流量用不停，陪您看《非诚勿扰》，连接你我。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